我的小助理最近有点不安分，他每天都在打探我的行程。当我决定将他调离办公室时，我的眼前却出现一片弹幕。男主还不知道吧？女主从大学就暗恋他了，只是一直不敢说出口。呜呜，好想快进跳转到囚禁 play 的环节啊！我微微挑眉，囚禁 play 吗？有点意思。下午4点，我看着时间，揉了揉眉头，帮我准备一下晚宴的西装。助理白宁冰低头将我的西装熨好，整齐地挂在衣架上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好似有话要说。还没等他开口，手机响了，那边传来贺强的声音：“晚宴据说金圈那位小公主会来，你可得抓住机会。”我揉了揉眉头，我当然知道贺强是什么意思。还没等我开口回复，白宁冰作乱的小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游走。挂断电话，他伸手一拉，我整个人跌坐在他的身上，两道炙热的目光交织。他熟练地按下遥控器，窗帘瞬间拉下，若隐若现的昏暗光线下，他纤细的腰肢不堪一握，勾勒出完美的身体曲线。临门一脚时，他缠着我耳鬓厮磨。晚宴过后，我可以去你家吗？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一条弹幕，呜呜，男主还不知道女主从大学就开始暗恋他了吧？暗恋白月光，我大磕特磕。我微微蹙眉，诚然我和白宁冰一直保持着暧昧的地下恋情，但是他最近愈发关注我的动态，让我有些不爽。我不轻不重地应了声，他得到满意的回答更加卖力。落地灯温暖的橘黄色光线氤氲满室，映出沙发里两道几乎合二为一的剪影。我随意的洗漱整理，换上西装，准时前往宴会厅。贺强早就等着我，看见我挤眉弄眼道：“你们年轻气盛也不知道节制。”我心虚的摸了摸脖子上遮住的吻痕，但一想到他在床上威胁我，就微微的不爽。我暗自决定找个机会将他调离办公室。眼前的弹幕密密麻麻，女主每天都在想新的花样，之前是浴室 play， 昨天是扮演 play， 很快就要到囚禁 play 了。我微微挑眉，囚禁 play 吗？有点意思。我收回目光，走向人群，在推杯换盏之间，我又成功谈下几单生意，一杯又一杯的白酒下肚。我始终没等到传说的金圈小公主。我烦躁地揉了揉眉头，找个理由离开人群，坐在角落准备发消息给贺强。没想到一道尖锐的声音打断：“哥哥，好久不见啊！”我的眼神里瞬间充满厌恶，哪来的疯狗乱叫？12岁那年，我才知道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存在。那时候我妈怕我败露，直接将我送出国留学，没给我一点反抗的余地。直至22岁我才重新回国。我爸已经被名义上的妈妈折磨得只剩一口气，他将签好名字的股份授权书递给我，说道：“儿子，你辛苦了，可是接下来的路得你自己走了。”从那时起，我就发誓一定要让他们母女俩都要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我努力在公司站稳脚跟，夺取决策权和股份。现在我那个生物学上的妈想让我的一切努力做沈月的嫁衣，门都没有。沈月也不恼，嘲讽道：“怪不得说男的谈生意就是简单呢，陪睡了几个啊？”我听到嗤笑一声，懒散的掀起眼皮：“怎么，你是前后都卖，所以这么清楚？”我又打量了他一眼，不过你这样的也卖不了多少钱。他气得面目狰狞：“我告诉你，我妈已经把她手上的股份转让给我了，到时候整个公司都是我的，则和他妈一样上不得台面。沈母手里的股份，甚至不如我暗中收购的散股多。”他突然朝我凑近，语气臭气熏天：“便宜外人不如便宜妹妹。”突然，砰的一声，他从凳子上跌倒，下一秒几个巴掌就落在他的脸上。不会说话就去死！现场一片混乱，沈月几乎是被白宁冰摁在地上扇耳光，招招狠厉，在场的人都被吓到了。最终还是贺强让保安将沈月带走，丢回沈家。白宁冰面色不愉，抿着唇，一言不发将我拉走。上车之后，他拿出碘伏和棉签给我处理手腕上的伤，我这才感觉到手腕上被他捏得红肿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向窗外，思考着下一步该如何做。车内的气氛安静得可怕，他良久才开口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心疼你。你以前是不是被他欺负得很惨？”弹幕直接磕疯了，爱的最高境界是心疼啊！呜呜，男主也是可怜宝宝啊，最后的家业都被后妈和私生女吞并了，好在女主出手了，才守住爸爸留下来的企业。什么？凭什么我必须靠着女主才能东山再起？这个世界是公转还是围着女的转？他将东西收好，目光灼灼地看向我，我扯着他的衣领，低头吻了下去。他欣喜若狂地抬手扣住我的后脑勺，另一只手禁锢住我的腰肢，呼吸由浅入深。安静的空间让荷尔蒙蔓延的肆无忌惮。我满眼清明地问道：“这次宴会需要邀请函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他的呼吸一致，看向我的眼神带着淡淡的幽怨。叶总，现在不是谈论这个的时候。细碎的吻尽数落下，温柔的亲吻逐渐转为唇齿间的交缠。他突然停下，一脚油门开回我家，打开家门，猛野的吻如雨点般落下。明天新品上市，但今晚的时间你得留给我。我微微蹙眉，心思完全落在明日的新品发布会上，一夜旖旎。我如期出席新品发布会，现场气氛火热，财经报社的记者纷纷举起话筒朝我提问。我从善如流地回答着。突然站在角落里的记者抢过话筒道：“您是如何看待这次新品是抄袭别家专利这件事的？”我微微蹙眉，看向白宁冰的目光带着怀疑和不耐。这些人可都是他提前筛选过的。他面色如常，快步走上前想将记者请出去，没想到他更加高声说道：“叶总怕不是心虚了？难道叶氏集团只是个会抄袭的孬种？”一时之间，现场的记者们窃窃私语，我不明所以。小助理连忙捧着手机走到我面前，我看着上面的新闻，在1个小时之前，对家公司上架了新品，无论是从饮品的配方还是外观，都和我们的别无二致。如今热搜上挂着的都是对家公司总裁的发言，话里话外都是在指责叶氏集团抄袭，并且他们已经采购低价原材料投入生产线，每一步都比我们的计划先行一步。我微微蹙眉，当机立断抄起话筒说道：“
这件事我会调查清楚，如果真的涉及抄袭，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弹幕直接疯了，女主真是心机 girl， 明明可以帮忙解决的，却要等男主求她，嘶哈嘶哈，更带感了，边炒菜边求饶。楼上的什么黑的白的都说成黄的是吧？我轻蔑的笑了一声，如果指望别人，我就走不到如今这个地步，而且我只喜欢乖的女人。我快步离开新品发布会，公司的股东群里已经吵疯了，无不是在指责我没有做好舆论管理的。最终还是和神母关系密切的股东要求召开股东大会，我微微蹙眉，这次大会让我处在被动的状态。想到这里，我直接将产品部的骨干召集开会，会议室内气压很低，没人敢说话。我微微蹙眉，语气古井无波，如果现在能如实交代，我还有可能考虑放过。好，既然都不说话，那产品部所有项目都暂停，直到查出内鬼为止。产品部的员工面面相觑，似乎是没想到我会做得这么绝。白宁冰快步走到我身边，附耳道：“沈家两母女坐不住了。”我微微颔首，宣布结束会议。走进会议室的时候，沈母和沈月坐在主位，我面色如常，白宁冰却读懂我的意思，上去将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还不忘补两脚。我满意的笑笑，坐在主位上。几位股东沉不住气开口道：“公司最近的经营效果不佳，本来想靠着这次的新品重新夺回口碑，现在更是闹得沸沸扬扬，公司的股票已经呈下跌趋势了。”沈月嘲讽道：“果然是男人，头发长见识短。”我走到他面前，皮鞋狠狠地在他手上碾了几下，随后说道：“我还有备用方案。同时，泄露机密的员工我已经有眉目了，稍安勿躁。”弹幕上更是热闹极了，好帅，抱抱猫猫我出生了。一个靠男人起家的三儿，一个游手好闲的私生女，还想在这里横行霸道。不过我怎么感觉咱叶哥一点也不怕呢？我微微颔首，早在这二人开始有动作起，我就有所防备，只是现在时机未到罢了。股东继续围着我询问接下来该怎么办。沈母心疼地护住她的宝贝女儿，朝我怒吼道：“当初我把公司交给你，是你信誓旦旦说能带领公司上市，我才同意把股份转给你的。3年前，沈母所有决策都出现失误，是我从国外赶回来力挽狂澜，将局面扭转，也是我一杯酒的拉来新的投资，才将叶氏集团的资金链盘活。现在他想坐享其成要回去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”我看向他，眼神不带一丝温度。别忘了，当年你是靠着爱父爱子的人设才让大众信服。你说，大家要是知道这个私生女的存在，公司的风评会不会更差？这也是为什么沈月只敢在我面前蹦跶，但是沈母一直不敢公布沈月的原因。会议室内一片寂静，我扫过众人，说道：“如果各位有意见，可以随时离开叶氏集团。3年前，或许我没有这样的底气，但是3年后的今天，除了个别几个元老级的股东，其余的已经在悄无声息之间发展成我的人了。”说完，我不顾众人欲言又止，踩着皮鞋快步离开。回到家之后，我泡在浴缸里，想着下一步该如何推进。我仰头将杯子里的红酒一饮而尽。门外传来白宁冰的声音：“叶晨，我可以进来吗？”我没有说话，他直接闯了进来，白色的浴巾围在他纤细的腰间，整个人头发湿漉漉的，眼神哀怨：“叶晨，你不能不要我。”我微微挑眉，看样子他是收到调任通知书了。我往后一靠，冰凉的触感袭上背脊，他如同水蛇一般缠上我的腰肢，雾气之间，他抚上我的背脊。下一秒，我感觉整个人意识逐渐消散，原本还在疯狂嘶哈的弹幕变得沉默。不是，囚禁 play 好像不是这个时候啊！恍惚之间，我听到白宁冰细微带着颤抖的声音：“叶晨，你可不可以求求我？”我嗤笑，依靠女人，18岁的我都不会相信了，更别说25岁的我了。我是被弹幕吵醒的。芜湖女主女友丽 Max 帮男主回公司处理问题去了。好好磕，我懂你的辛苦，你懂我的大。对了，说到大，我有点无奈的揉了揉头发，这群大黄小子，裤衩子都快飞我脸上了。我随意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装修极尽奢侈，和白宁冰平时清冷禁欲的风格截然不同。我的手机还静静地躺在床头，拿起手机，发现网上的舆论发酵得愈发激烈，热搜上的和我有关的词条后面都明晃晃地跟着爆字：叶氏集团总裁失踪，叶氏集团总裁妹妹或将接管公司。很多合作伙伴的消息也如潮水般涌来，都是在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的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切换到家里的监控，沈母和沈月坐在我从欧洲定制的真皮沙发上，二人面色皆是得意。沈月将我珍藏在地窖里的红酒一饮而尽，没想到那个渣男的助理也心怀不轨，也不知道他把那个渣男绑哪里去了。沈母更是得意的和他碰杯，我既然能耗死那个糟老头，就能耗死他的儿子，整个集团都会是我们母女的。沈月一个鲤鱼打挺，凑到沈母身边：“妈，可是他1日不死，股份就还在他手里1日。”沈母眼里透露出狠厉：“无妨，等我们把公账上全部转走，公司资金链断裂，就算他回来也无力回天。”下一秒，之前长期合作的供应商给我发来消息，都是在声讨我为什么突然终止合作。我看了一眼就关闭了手机屏幕，弹幕沉默许久，爆发出激烈的争吵。这个剧情怎么不太对劲？女主把男主囚禁起来是帮渣妈和私生女的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只有这样才能让男主心甘情愿地待在女主身边。我看着这些弹幕，只觉得吵闹。既然白宁冰帮我造势，那怎么能让他失望呢？我丝毫没有慌张，反而开启了度假模式，每天不是在花园里打理花草，就是在房间里看财经新闻报。不过公司的事情我也依旧尽在掌握之中，而公司里还有我之前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坐镇，所以大部分工作都还在如期的运行当中。但是公司里原本支持我的员工也被沈家
家母女俩架空，他们开启我放在公司保险箱里的备用产品的生产线。那份备用方案也是我亲自过目的，所以很快产品便开始盈利。原本对沈家母女俩颇有偏词的股东们也渐渐泄了声音。很快网上关于我的消息也被其他事情的热度压了下去，原本热闹的弹幕也在叫衰，我有点厌蠢了。男女主到底在搞什么？女主帮沈家母女，男主一点行动都没有，怪不得最后被沈家母女吞噬家业。楼上的别说了，男女主都有半个多月没见过面了，我最期待的囚禁 play 都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没想到下一秒管家就激动地大喊道：“小姐回来了！”我从来没看见小姐笑得这么开心过。我只想说，她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卸载小说软件。我躺在躺椅上闭眼假寐，脑海里的弹幕却吵得很，就是这个纯恨夫妻爽。我总感觉女主下一秒就要做恨了。我感受到脚上的力度，她开始从善如流的开始和我汇报公司的情况。现在他们从公司的账目上走了几笔流水，数额越滚越大。新品上市之后反响不错，但是砍了几道工序，接下来他们准备合并2家公司。听到这我猛然睁开眼，语气嘲弄：一个靠小白脸起家的女人，现在还想将公司吞并，也不怕撑着自己。白宁冰不可置否的颔首，随后握住我的手，放在他的心脏处。你打算接下来怎么做？我捧起他的脸颊，笑意不达眼底。怎么，学出息了，还敢囚禁我了？他轻轻地蹭着我的手掌心，我只想把你藏起来一个人欣赏。我抽出手，嗤笑道，然后和我那个生物学上的母亲一样，接管我的公司，将我困在家庭里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泪眼盈盈地看着我，良久他才开口道：我不会的。我睨了他一眼，我只看结果。弹幕上基本形成两个极端，男主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女主都是为了他好，可是我觉得男主说的没错啊，真的爱一个人不应该禁锢他，而是让他去更远阔的天地。我没有过多理会弹幕的吵闹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在心底默默颔首，盘算着是时候该收网了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天，热搜上就爆出叶氏集团新品出现问题，很多消费者反馈喝了新品饮料上吐下泻，一时之间，整个公关部都乱作一团。我坐在车上，白宁冰将公司的监控拿给我看。会议室内，股东们纷纷指着沈母和沈月的鼻子骂道：所有生产线是你们母女2人操办监工的，这样的事情爆出来，你们难辞其咎。沈母脸色难堪，沈月则是梗着脖子对峙道：那生产配方还是叶晨留下来的呢，你怎么不说？我只觉得好笑，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两方争吵得很激烈，白宁冰将 U 盘放在我的手中，这就是你要的结果。我和他短暂的对视几眼，接过他手里的 U 盘，踩着皮鞋气势汹汹地坐电梯上楼。弹幕比我更先燃上了，我去，这小情侣给我们做局了。我就说搞囚禁 play 的人怎么天天泡在公司呢？原来是在收集证据。叶哥这几步走出了我是来揍你的既视感。我到达会议室，小助理帮我打开门，走进去的时候，整个会议室寂静无声，但很快又沸腾起来。几个股东围上来，叶总这段时间你去哪了？现在这个情况，我们必须得赶紧拿出解决方案呀！所有人都盯着我们公司给出解释，这涉及到食品安全问题，不解决的话，网友们的唾沫星子都能把我们淹死。沈母和沈月看见我宛如见着鬼一般，两人目瞪口呆，久久没有回神。我没有给他们眼神，转身吩咐准备公关方案。忙完这些，我才气定神闲地开口道：危机暂时解除了，但是这件事究竟是因谁而起？我想大家也很好奇吧。股东们纷纷交头接耳，似乎是没想到我消失这么久又突然出现了。而沈母很快就反应过来，我之前的失踪都是我唱的一出戏。他面色慌张，但还是保持着上位者的姿态质问道：工厂是根据你留下来的配方生产出的新品，那这件事肯定和你脱不了关系。我轻笑一声，我再怎么想将你们拉下水，也不会轻易用公司的名誉和前途去赌。随后将 U 盘插在电脑上，大屏幕上很快显示出一张原材料检查报告单，团队研究出来的配方肯定没有问题，而我已经原材料都送检，报告显示各项指标都不合格。而据我所知，你们更换了供应商，所以才导致原材料出现问题。那省下来的成本呢？怕不是全进了你们的口袋吧？我重重地咬了后面几个字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沈母和沈月身上。其实沈母在位期间，在原材料上动手脚的事情不在少数，但是没有闹出太大的事情。很多股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但是如今已经严重影响到公司的股票，股东们便坐不住了。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，我继续说道：沈家母女将供货商更换，而新的供货商大家也有所耳闻，简直是臭名昭著。话毕，我播放起之前调查的结果，沈母通过降低成本，将回扣收入囊中。所有股东都异常愤怒地看向他们。我继续说道：而且我们之前的新品被对家公司提前抢先一步上架，也是因为他们将我们的机密卖给对家。其实这一切也都是我蓄意谋划的，毕竟如果真的机密方案，他们连碰的资格都没有。沈月忍不住对着我激情开喷：你和你那个死人爸一样贱！我原本还不错的心情被他这句话弄得冷脸，随后走到他面前，狠狠地甩了他一巴掌。这还没完呢，你们将公司账户里的钱财转移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所有证据都清清楚楚，你们一个都别想逃。沈母突然面色得意起来，仰天大笑：就算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？反正现在公司账上已经没有1分钱了。下一秒，白宁冰推开大门，警察也蜂拥而至。沈母不可置信地望向我，我轻笑道：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可能出现在你们面前呢？随后，我将所有证据转交给警察。沈母还想逃脱，但是最终还是被制服。警察将他们2人用手铐铐起来，带上警车回到警局。我做完所有笔录之后，沈母冲到我面前质问道：你为什么要用这么伤敌1000自损800的招数？我面若寒霜，笑意不达眼底。自从我知道你出轨的时候，我就在一直恨我那时候羽翼尚未丰满，但是我现在不用仰仗你的鼻息生活。
我要做的从来都是釜底抽薪，而且你和小白脸联手折磨我爸的时候，我忍了又忍，所以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我要的是你每天每日给我爸爸赎罪，而且我做的一切都有所保留。我回到家，整个人疲惫不已。白宁冰坐在沙发上也不开灯，只是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在他直勾勾盯着我却不说话半小时后，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有啥话你就说呗。他依旧别过头，不肯吐露半个字。没关系，弹幕已经笑疯了，女主真是闷骚啊！她后悔没多囚禁男主一会儿，藏在兜里的小妹妹都藏不住了吧？哦，想的途中还把准备和男主玩的 play 又预习了一遍。闷骚这一块 ，cosplay 这一块，体力这一块，我有些无语。他的脑子里怎么想的都是些黄色废料，虽然我也挺喜欢的。我回过神，继续交代他接下来继续跟进案子和公司的进展。他好像没有认真听，只是垂眸看着我。寂静无声的空气里，他慢条斯理从果篮里面拿出葡萄，像雕琢艺术品一般的包着。我不明所以，有些疲惫的起身准备洗漱休息，毕竟接下来还有很长一阵时间需要忙。他拉住我的手，缓缓靠近，亲吻着我脖颈间的每一寸温热，一呼一吸，气息喷洒在我的耳边。叶晨，我要奖励。我的手抵在他平坦的小腹上，呢喃着什么？他低声，语气里带着哄骗。收集证据的奖励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葡萄了吗？我被他亲得七荤八素，也顾不上理智，一世春光。弹幕也适时的出现，不是，有什么是我高级 VIP 不能看的？能不能给我开直播？我感觉到冰凉的触感，算了，栽了也认了。开庭那日，我代表叶氏集团出席，身边跟着的是公司法务部经验和资历最久的金牌女律师。律师将沈母和沈月泄露商业机密、偷转公账，在生产线偷工减料导致众多顾客食物中毒的证据上交给审判员。沈月当场就和沈母摇起来了，这些都是这个死老太婆一个人的主意，我只是听她的话办事罢了。沈母没想到自己精心培养的女儿竟然能说出这话，整个人不可置信地跌坐在椅子上，嘴唇发抖却说不出话来。但是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两个人呢？在律师的一番唇枪舌战下，沈母和沈月二人最终因为侵犯商业秘密罪、职务侵占罪和食品罪数罪并罚，判了20年的有期徒刑。当法官宣布之后，我整个人重重地吐出一口浊气。从布局到以身入局，我终于做到了。我起身准备离开法院的时候，沈母冲上来拉住我的手：“叶晨，我再怎么说也是给了你生命的母亲啊，你不能这么做的。你把我送进监狱是大逆不道，你会被唾弃的。”我带着近乎恶毒的笑容，将一份亲子鉴定报告塞进他的怀里，随后说道：“母亲，早在你出轨那一刻起，你就不是我的母亲了。你不是做梦都想要女儿吗？结果最后他为了保住自己，在法庭上和你互咬。不过还有个事忘记和你说了，这家伙根本不是你的种。”说完，我转身上车。沈母看完报告，狠狠地给迎面走来的沈月一拳，二人很快就扭打在一起。不过从今以后，他是死是活都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离开法院之后，白宁冰驱车带我前往10几公里外的郊区。我找了很久，在我爸的坟前坐下。爸爸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做到了。还有，我要当爸爸了。风吹过枝头，我的心忍不住微微颤抖，好似他回应了我一般。弹幕瞬间炸了，我是漏看了什么剧情吗？男主怎么知道私生女不是炸妈的？我去，这个孩子不是要3年后才出生吗？怎么提前了？白宁冰原本安静地摆放着水果，听我这么说，水果应声落地，不可置信地看向我。叶晨，我怀孕了。我没有说话，有点嫌弃地用手将他的脸挪向一边，看着我爸墓碑上的遗照，泪从眼角流下，良久我才开口道：“白宁冰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”他激动地捂住我的手，整个人声音里都带着颤抖：“我们结婚好不好？”我没有出声，他急得絮絮叨叨很多：“我会对你好的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？”我被他惹得笑出声，不阴不阳道：“让尊贵的金圈小公主纡尊降贵做我的特助，还真是我的荣幸啊。”他面上浮现出尴尬，似乎是没想到我调查出他的身份。我冷哼一声，骗我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说完我起身就走，他连忙跟上我的脚步，提出了 N 种补偿方案。眼前的弹幕却开心坏了：“抱抱猫猫，我出生了，太好了，是恋爱脑我们没救了。”回到公司之后，我重新开展新的业务，之前被泄露的机密也不是最核心的，我始终还留了一手。公关处理得很快，原本出现问题的商品全部召回，并且承担所有人的医疗费用。我将和沈家母女一起同流合污的股东和员工全部开除，并且重新开了一条生产线，将每个工人的工资提高了10%。工人们原本被沈家母女弄得想要罢工，但是一听涨工资就干劲满满，没了蛀虫，整个公司欣欣向荣。至于之前抄袭的对家公司，也被我举报下架，并且索要赔偿金。不过我全部投入新品研发当中了。热搜榜上的热搜大多都和我有关，原本对叶氏集团的攻击也变成对我的讨论。我就说他怎么会突然失踪，原来完了把调虎离山，和他站队的股东们难道不要爽翻了？对啊，给渣妈和小白脸设局，时机成熟后就收网，这也太酷了！男人中的男人，雄性中的雄性。因为我个人形象在网上的树立，原本下跌的公司股票也起死回生，不断暴涨，而沈母之前的股份也全部回到我的手中，也就意味着我在公司有着绝对的话语权。一直忙碌的白宁冰也不忙了，将金圈的顶级资源放到我面前。叶晨，我不会限制你，我只会在你的身后帮你，你愿意娶我吗？我洋洋洒洒的在几项投资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微微颔首。他激动的打电话给他爸妈，我则是满意的看着这些之前难求的资源。面前的弹幕更是激动疯了，总算等到求婚了。虽然剧情和我之前看的不太一样，但是普天同庆啊。但是我怎么感觉男主一直在利用女主呢？那咋了？女主可能还觉得男主是爱她才利用她。我心虚的摸了摸鼻子。接下来的日子，白宁冰忙着准备婚礼，而我则是死死盯着投资的几个项目。虽然在我爸打下的基础和我的带领下，叶氏集团成为业内的佼佼者，但是终归还是和上流社会有弊，而白宁冰的资源弥补了这点欠缺。
白宁冰准备的比我上心，晚上还在兴致勃勃地看着婚庆店发来的资料。这西装太普通，配不上老公。这庄园风格按照你喜欢的风格重新装修，婚礼风格也得改，这些都太粗糙了。这是我妈给你的见面礼，是我们家的传家宝，到时候等孩子出生就给我妈带，我们俩出去过二人世界。诸如此类，喋喋不休。我实在嫌她烦，一脚把她踹下床，要吵出去吵。她麻溜地从地上爬起来，窝进被子里，从身后抱住我，语气缱绻：叶晨，我会让律师将我名下所有财产都转移到你的名下，是自愿赠与。我原本有些困，立马精神了。金圈白家，无论是从资源还是家底，都是所有人望其项背的。他轻飘飘的一句就捧到我面前来了，我睫毛轻颤，嘴角不自觉上扬。对于商人而言，拿到手里的利益是实打实的。眼前的弹幕密密麻麻地刷过，好了，破案了。作者写到后面也觉得原来的剧情配不上男主，重新修改了文。不过我真的很爱大男主啊，在感情里他是上位，在生活里能解决好所有事情。我们大男人就是要看这些才立起讨生活的。但很快，这些弹幕如云烟一般散开，仿佛这段时间的弹幕只是我做的一场梦一般。我不置可否的弯眸，不依靠女人，不代表不能借力打力。万物皆为我所用，才是我最好的心态。